官方数字就是说，习近平上台的第一个10年到2022年中共20大为止，他整肃了479万中共干部。李克强和习近平第一次18大以后达成的班子，第一次开这个会议一起议事的时候，如果李克强的态度是比较强硬啊，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形成的互动模式不是习近平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李克强不敢说什么。那这个可能就局面就不一样啊。帕雷托和莫斯卡他们的分析呢，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都有一部分人是掌握权力，另外一部分人不掌握权力的。那么这个呢，掌握权力的人，他把它叫做 elite 啊，然后呢，中文呢就把它翻译作精英了。当然，你可以把它翻译作，比如说掌权者。对。吴国文老师，特别高兴这次在纽约见到您。我上次跟您访问的时候还是在香港，那时候您专门写的权力的剧场，也是在整个从18大到20大中共的这一段权力交接过程中，其实没有完成交接，但是你把整个这个权力的游戏、权力的剧场这个概念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很高兴又在纽约见面。是的，是的。这个你看，你也润出香港了，可见中国的局势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次您在纽约其实是参加这个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的这个纪念会。所以其实您在会上也要专门讲，今天我专门想问您也是这个话题。您其实2011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明辨与观辨。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习惯的一个政治学上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我想专门听听您，因为您2011年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是在当时全世界还在看中国模式，甚至对中国模式还有很多叫好和期待的时候，你就提出来说，像胡耀邦、赵紫阳这种从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能再实现的。现在看，您当时的预判是非常准确的。那么您现在在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总结，还有什么新的一些观点？其实对于中国变革的前景啊。当然是从这个它的历程来看了。2002年我就判断中国改革已经终结了。那么这个我在别的场合都讲过啊。实际上按照这个思路呢，我是认为再有依赖现政权自上而下，让中国走向这样一个自由民主法治保障人民权利这样一个道路呢，可能性非常低了。那么胡耀邦、赵紫阳这个年代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那么2011年呢，也是这个一些朋友呢，他们搞这个研讨会，当时也是我就是想探讨一下，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胡赵他们这样一个思路，这个继续推动中国政治变革，但是呢，显然就是说还要把希望寄托在像共产党内出现胡赵这样的领导人，那这两者之间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实际上这个会议13年吧，13年以前也好，对，现在也好，那都是胡赵和8964连在一起的。我当时就实际上是用这个中国传统的语言，民变这是中国传统语言，那个观变当然没有，这是我给大家因为有民就有观嘛，那背后的政治学的内涵呢，实际上就是民众的这样一个抗议，民众的集体行动和这个精英的这样一个变化观变就是精英这样变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个时候呢，我提出的是民变触发观变，也就是说，民众对现行的这样一个制度不满意，对现行的这样一个模式不满意，对现行的游戏规则不满意，他们就会要表达自己的不满。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1980年的变革呢，基本上是这样来促成的。比如说毛一死那些毛没死就有4·5运动第一次天安门运动。那么毛死以后，连农民也采取了自发行动，这就是我们知道农民自发的实行包产到户。那么还有比如说像在临近香港的那个时候叫宝安，就是今天的深圳大批的民众的逃港。宝安县当时是有这个30万人口，但是在香港的宝安籍人口也是30万，那就是说其实已经一个宝安县已经逃出去了。这个还有毛时代大量的下乡知青，这个数字大体来讲是2000万。那么毛一死，他们就要求回城，
包括要到火车上去卧轨，要求回城等等，这些我都把它看作民变，这都是民众对自己的这样一个状况不满意采取的这个行动。这些东西呢，就所谓触发了官变呢。官变就是本来这个统治集团呢，他们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个面对这样的东西，一般来讲就是首先给一个强硬的反抗强硬的这样一个反应这就是这个中共这个专制体制的本质决定的。但是这个我们看到在1970年代末出于高层权力斗争的需要也好，那么出于这个像胡耀邦、赵紫阳这些对民众的情况的了解和同情也好还是出于其他，比如说他们在参加中共革命的早期，可能还有一些民主的这样一些理念也好，那么他们就是顺应这项民众的要求。这个呢，我不认为是整个体制都在顺应着民众的要求，就是这个统治者内部就会出现分裂，有的人就会说这个东西就把它镇压了，那有的人就会说这个要顺应，这个就实际上精英之中呢就出现了分裂。我把这种分裂呢就叫做官变。那么这是我解读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的这个中国改革的一个主线。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呢，1989年呢，实际上就是主张镇压的这样一个占了上风，才发生了1989年这样一个悲剧。因此呢，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改革到那时候是不可能了。那么然后在1990年代又发生的经济改革呢，就不再是这种模式了，那就是邓小平就是和整个这个官僚体系要闷声大发财然后就官商勾结什么等这个东西。尤其我们现在讨论到又是6·4了嘛，中国上一次的最大规模的这种民主的诉求和学生的运动，到今天35年了，然后到今天现在在讨论胡耀邦、赵紫阳，很多人就觉得太远了。其实并不远的原因是，就像您说的，要看一个集权体制它内部的那些力量的它存在什么样的，是不是有缝隙，是不是有变化。当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的时候，那么有些人会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的经常会有这样经常会有这样一个质疑。那么对于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到底就是说做了什么，当然这个大家也有争议。那么我个人呢，第一呢是亲身经历了整个中国1980年代这样一个变革过程。这个我从中国这样一个乡村，对这个我是农民对，这是毛死的时候，我正在村子里干活呢。您山东农家子弟是吗？我不是农家子弟，但是我那是下乡知青是知青。对，然后到1980年代后半期，参与这个赵紫阳组织的这样一个政治改革。这个我可以说，在1980年代的个人经历了从中国的最底层到中国最高层的这样一些过程。那么当然这里边也不排除就是说，由于个人的经历，因此有一些感情上的这样一些偏见好像我是不是夸大了赵紫阳这个对这个人的权利这个自由民主这样一些承诺。但是我想呢，就是实际上呢，我刚才讲，我对这个理念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强调。对，这个理念东西是重要的，但是对于政治这个博弈，对于政治这个游戏来讲呢，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南韩实现的民主化是在卢泰愚这个任内实现民主化的。卢泰愚是一个这个军人，他是一个军人专制者，他有多少民主理念？对，他没有多少民主理念，但是就是在他治下，南韩的民主化就成功了。那我不是说卢泰愚有多大的功劳对这个民主化，但是他能够使得这个在他的治下，那么南韩的民主运动抗议达到最高潮，然后最后完成了南韩的这样一个民主化转型。那这个你呢？对，你不能也否认，就是卢泰愚如果是一个强力镇压，像全斗焕一样，那就不一样了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权力镇压？是因为他有民主理念吗？不是的，可能很多客观因素它有很多的因素，这个都可以分析。对但是实际上呢，我要讲的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纪念赵紫阳、纪念胡耀邦，是看到他们有这种理念有这种对于一般老百姓权利的这个尊重，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他即使没有这种理念，但你看他的现实胡耀邦昨天很多朋友讲到，比如说解放了这个1亿政治贱民等等这样一些东西。那赵紫阳在1989年就是说，他不要对学生采取这样一个镇压的行动，而且他确实也提出了就是说要进一步顺应学生的这个要求，比如说
开放自治的学生会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讲的是这些现实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我想讲的就是说，实际上不要站在一个党派的立场上去看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呢，作为一个党，作为它建立的这样一个中共的政权，这在整体的框架上，我是完全否定它的。但是并不表示说整个中国共产党每一个党员都是坏人，然后他们所做的一切东西都应该被否定。那么反过来呢，人家说，当我们去讲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肯定他作为共产党，对，他作为共产党总书记，他站在那个位置上，他做的这点事情就比我们要做的事情发生整个社会效用大得多，是吧？咱们讲的是这个整个这样一个过程。明白。您刚才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就像您说的，现在很多就是不管是自由派、民主派，还是说希望中国的真正的就是走向一个现代化的民主自由的这么一个社会制度或者社会状态的人，都会第一反应就是说不要再讨论党内改革派了。不要再讨论为什么还要纪念赵子阳、胡耀邦。可是其实可能大家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带着对所有的历史的失望和具体的评价。对，但并不是说因为怀念两个共产党的领袖。你提到这点特别好，就是说人们对现实的这样一个认识呢，如果把它无限制的投射到历史当中去，这个东西是非常有问题的。就是分析问题呢，一定要有历史的观念，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是那样一个情况。那今天比如说过了30年，过了35年，那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我就看到这个曾经有人我讲到比如说1980年代后期我们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住在中央这个办公厅招待所里面。那有人就会天安门对，天安门招待所，然后就有人就会说，那时候你们肯定是大吃大喝、腐败透顶吧？这个非常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对，你以今天的这个现实去投射过去的这个现实，对，那我们那时候，对这个除了自己交钱要吃这个那个，我每次记得那星期五我都很痛苦，对，因为那星期五呢，他就给我们吃一碗面条，对，要交粮票，对，交粮票不用，那时候倒不交粮票了。不交粮票了，对，交钱，就他那个就是吃的不好，而且吃不饱。对，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当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生活中很庸俗的例子。但是我想你就会知道，实际上这个整个这个中国呢，在过去的30几年当中，它变化是很大的。你不能把你今天的认知，就是说投射到过去，就是说一切就说，因为今天中国，我觉得1989年以后，确实中国呢在讨论什么改革派呢，可能意义就非常小了，或者你要讨论改革派的时候呢，你要重新界定。包括在1980年代，当讨论改革派的时候，我觉得也会重新界定。比如说邓小平是改革派吧，当然是改革派。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改革派吧，当然是。但是改革派和改革派不一样，是吧？这个邓小平呢，只希望有这个经济上的改革，那么他在引进市场制度这点上是毫无异议，是态度非常坚决也非常彻底的。但是呢，他对于就市场这个发生的冲击政治权力垄断的这样一个效应，他是非常的在意，他非常忌惮的，他是不愿意看到这个东西的。那么胡耀邦和赵紫阳呢，在这点上就和他有基本的分歧了。所以这个我想就是分析问题呢，那还是要不要用太笼统的方式分析问题本身是会笼统的当我们用概念化来思维的话，一定是笼统的。但是概念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界定，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精英。您再把这个精英这个概念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第一反应是谁是精英？到底是权力集团还是权贵既得利益者？谁是精英？对，这个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其实就是让我讲一下精英这个概念。因为我使用这种概念来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个，比如说在网上看到有留言，就是说什么精英都是些垃圾。对这个有什么精英而且说，比如说知识分子、公知的官员，凭什么你们就是精英对，你们就是权贵集团，你们就既得利益者。这个我想呢，这是我们中文呢，这个经常是望文生义。对，这个一看这精一看这英这两个词都是好词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好的。另外呢，中文的概念呢，就褒贬意义太强。那往往一个词呢，你还没有说好坏，你用这个词就表示好了，是吧？但是呢，那我这个词呢，当然是从英文中直接翻译过来那么这个 elite 这个东西呢，它是西方政治学当中一个特殊的一个流派。那么这个流派呢，当然从传统上。自从古希腊的政治学研究当中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这个
掌握权力的人，和这个不掌握权力的人这么一个区分吧，或者叫做掌握权力的人还不光是一个统治者，那比如说贵族他分享权力，这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把这个贵族和这个大众，那么这样之间的这个权力的不同类型的划分，就用它来划分不同的政体。那么到了近代呢，就是在19世纪的后半期和20世纪的初期，那么意大利有2位政治学家呢，一个叫做帕雷托，我想一下中文怎么说啊？帕雷托，一个叫做莫斯卡。那么他们2个人呢，就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提出了一个政治当中精英理论。他这个精英理论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的。马克思呢是讲就是说不同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这个阶级来统治，是吧？过去是比如说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统治，就是封建社会，然后资本家统治，资本家阶级统治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然后进化到共产主义就是工人阶级统治，然后没有统治阶级了，就是未来的理想社会等等，它是阶级分析的。那么阶级呢，它是用这个你和经济生产的这个联系来这个界定阶级的。那么帕雷托和莫斯卡他们的分析呢，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都有一部分人是掌握权力，另外一部分人不掌握权力的。那么这个呢，掌握权力的人，他把它叫做 elite，然后呢，中文呢就把它翻译作精英了。当然，你可以把它翻译作，比如说掌权者，对但是这掌权者呢，又有点不够广泛，因为他讲的这个掌权者呢，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掌权者。那不仅就是说你在政府的一个位置上坐着，当一个什么长，你是掌权者，那你也可以是一个掌握财富，因此你对这个社会有权利，你也可以是一个。这个有话语权的人你也可以是一个掌权者。另外呢，可能还有呢，就是说你根本和这个现行体制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呢，你也有巨大的财富和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我们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么他也可以是一个精英。比如说在美国，那现在民主党在台上，共和党，你说Trump。对，川普他就是一个平民是吧？当然他现在是一个总统的这个竞选者了。那在这进入这个过程以前，他就和别的平民在法律上是一样的。但他和别的平民一样吗？他当然对社会有影响力不仅因为他是前总统，他没有成为总统以前，他也有社会影响力。那也有这种就是说这种所谓掌握权力的人这个其实呢，帕雷托呢是把它区分为这个叫 governing elite 和 non-governing elite，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那我在中国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一般不使用非统治精英，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呢是共产党垄断一切。对，我们能够看到在中国有一个人和共产党处于敌对状态，但是你掌握了巨大财富吗？没有。对，那孙大武他可能在发财的过程当中也和共产党体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是吧？他也不敢明确的说我不跟你，我是跟你作对的，我不是你的一部分。没错，对。所有的企业家，这就是说在中国说所有的企业家，你要想获得财富和权利，你必然是要跟他妥协，甚至是他的一部分。对，所以在中国这个特殊情况下呢，当我使用精英的话，那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人，而且是和这个权力体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呢，并不表示他个人有多么优秀的品质，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对，这个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概念，往往是道德概念。就是说用一个词就表示好了，用一个词就表示不好了。那么这个词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说，不管这个词本身可能有这个什么样的道德色彩，但是呢，一定要中性的使用它，就是描述性的使用它。这就像我们说一个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你不能说你说它是桌子的时候你就在赞美它，说它是椅子的时候就是在贬低它，因为椅子都比桌子矮，那这是没有道理的吧，是吧？那你不能够用中性的词语来描述一个现实事物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讨论问题。因为你总是什么叫科学呀？科学就是用一个中性的概念的。你说我们在中国中一说的说这人是一个星，那就是一个明星，那就是一个褒义了。那天上的星星，我说它是星星的时候，难道我对它有赞美吗？你可以有诗情的赞美，但是当你进入天文学的时候，这里边就无所谓赞美不赞美了，是吧？我觉得这个精英这个概念呢，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掌握普遍意义上的
广泛意义上说掌握权力的人。当然，至于我讲这在中国来分析这个的话，为什么要中国特别要引用这个精英这个理论来分析中国现实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呢，在中国这个制度下，你有没有进入这个权力体系和你这个是区分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一个缺少公民权利缺少基本法治的这么一个社会。那进入这个体系，其实中国的一般的民众都懂得这个东西，但他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那么多青年学生都愿意去考公务员呀？对呀，我想问您，那你进入这个体系嘛，你才有权利嘛，是吧？那你就进入精英了嘛。对，那你可能对我来讲，就是你考上公务员，你就属于精英阶层了。但是这个精英并不表示你就到这个价值判断了，我会内心的又觉得又开始鄙视了。就是说这个，因为精英就是再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是西方的，如果意大利也好，美国也好，包括60年代，我记得还有本叫《Power Elite》那本著名的那本书，它里面也专门讲到了，就一个是它是也是客观的陈述这个 elite， 哪些人属于 elite， 你政治家你一定是 elite， 你公务员你一定是 elite， 你企业家、明星，但他马上谈到的就是这些 elite， 他因为拥有这些 power，所以他对社会变化。他对社会人类的进步，他是必然具有责任的。但这层意思到了这个是在这个美国这个语境下面，当然他也是带着对权力的其实是一种要求和一种监督。他这个就是2层，第一层呢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是的。第二层呢是他的一个价值上提出了一个看法，还是有个价值看法。所以我们也是你要先有客观描述，然后再提出这个你的有价值、有倾向性的看法。我的看法很多肯定是有倾向性的，这很明显的。但是呢，我就是说。那你不能把所有的所有我讲的东西都是归为这个东西。所以说有人呢就拿着后边的价值来 challenge 前面来挑战你，说你前面讲的这个东西好像你对这个体制那是赞美什么什么东西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是我想怎么讲呢这就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认识现实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范，就是说首先你把描述性的东西描述清楚，你是这么看的。我并不是就是说我描述的东西就一定就符合客观现实。但是就是说我是这么看，是不是这么你觉得也是这样子的那好，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了。那么我是想呢，在1990年代以后中共为了发展它的经济，以便换取民众对它的支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有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放松。那么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呢，也必有一定的放松。你都没有这个个体的起码的经济自由的话，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所以在1990年代以后呢，我们也看到中国也出现了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民众有不满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些行动。虽然这个维稳体系非常的这个庞大和有效，但是呢，民众还会不断的发出他们这个对于自己权利的一些要求。这个要求不一定是针对整个体制的，可能就是某一个事情上他不满意。比如说在1990年代后半期，当中国大量的从这个西方转移这个新的工业项目到中国这个产业的这个更新换代所谓，那么西方把这些高污染的项目就不要了，然后中国就把它承接下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建化工厂。那么当地的民众呢，当然就为了自己这个健康等等这些原因就有抗议。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你如果不抗议，那么当然这个项目就搞成了，老百姓就受到祸害。那你抗议了以后呢，那就看当局怎么反应了。那么当局我就讲最简单的就是2种反应吧一种反应就是镇压一种反应就是顺应。那么基本上来讲，中共的总体反应都是镇压。但是你会说，如果民众的反抗的这个程度越大，这个强度越高，那么你就会使得当局感觉说这样总是镇压是不行的，因为你镇压了以后，导致民众不满的因素并没有解决整个模式，整个中国发展模式，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那些基本的弊病还在那里，它会不断制造新的不满。那么这个呢，我是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自下而上，但是上下结合的这么一个推动模式。这也可以讲呢，是在有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不能叫自由吧，这有点空间，民众可以搞得起来这个抗议，是吧？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是在2011年讲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民众
表达这种自我意愿的这种要求越高那么强度越大，那你就有可能推动呢现在整个看来是要镇压你的这样一个精英集团呢内部发生分裂，这个呢可能会导向中国一个政治变革的这样一个转型这个开始。那么现在呢13年过去，2011年讲了这个话以后呢，2012年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上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逆转型，那么把毛之后转型，哪怕经过1989年镇压，那么但是为了经济发展，还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空间，这样一个大气候就改变了。大气候改变了呢，所以我今天在讲这个东西呢，我就自己要给自己提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讲的是一个自下而上，对由民众的这个要求来推动精英的这样一个分裂这个模式的话，那么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看到的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对这个整个这个所谓精英群体的这样一个整肃，他为了自己权力的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利，为了集中权力，那么也包括对前任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提拔的这些官员的这样一个不信任精英的更新，提拔自己的人。那么当然他也有这个所谓民粹主义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知道在整个后天安门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官员腐败非常的普遍，非常的严重他就借反腐来收拾这些官员。那么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整个中共体制内部这样一个最高统治集团和整个很大的一个统治精英这个队伍之间呢出现了一个这个对立，好多朋友就讲说，那习近平上台以来，不光是这个民怨在增加了，实际上就是官的这个不满呢也在增加。这个官的不满呢可能就是说是因为他没有腐败的机会了也可能是因为等等这样一些不是出于对于自由民主的要求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认为对于分析政治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利益问题，是吧？它的利益是相互变成这个从过去所有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员都和这个他们这个制度利益紧密的绑在一起，现在出现就是说他对他们自己的这个最高领袖开始觉得说他们搞到我头上来了，是吧？这个官方数字就是说习近平上台的第一个10年到2022年中共20大为止，他整肃了479万中共干部479万这数字很大的，巨大的数字。对，你把这479万集中到天安门上，那不得了了，这个是吧？这个，所以这个我想呢，让我看到的一个新的现象呢，就是说，这个体制内部可以出现一个由于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政治压力，使得它的这个内部呢产生一个矛盾和对立。那么如果你要想这个改变这个现行体制，那么这个现行体制内部的这样一个分裂，我过去讲就是什么叫官面呢？官面就是内部分裂。那个分裂呢，10几年以前我讲的是顺应还是不顺应民众的要求，现在民众要求还没有提，你自己内部也开始分裂了这个分裂呢，就是因为习近平集中个人权力的需要。所以呢今天在讲这个东西呢，我就想探讨，就是说，那么这种分裂能不能带来某种可能性，使得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有可能呢这个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那这个呢话题呢实际上是刚刚提出来了，我不过就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您还是从政治学和从整个这个中国社会现状的一个，因为一般来说政治学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2011年左右的那个时间，其实中国到2012年之前出现过一个10年，就是因为胡温包括江他们后来都都有一些对中国现实的一些感受，就是您说的这个他们的到底是顺应还是适当的给一些空间，他也并不是说屈服，他还是出于维护自己共产党整个执政的这个需求，但是他出现的这种空间导致了民间有一些就是这个行动，您说是公民社会的行动也好，是这民众自己的反抗。我插一句对，就是说不是他们的宽容或者是这个导致了民间的抗争，我的逻辑是反过来，是反过来。对，您的明确回答是不是上面给的空间？对，是民众的反抗。对，
让他们意识到或者他们就是没有想强力镇压，您觉得是？我想呢，就是说他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不能强力镇压。这个有强力镇压，整个1989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整个强力的维稳的机器一直在运转。而且这个投入越来越大，人力的投入、财力的投入、高技术的投入，是吧？但是呢，就是说他出于某些实际的需要，你比如说要加入这个整个国际经济的这样一个体系，全球经济体系它有一些就是说，那外国资本进来以后它有一些要求，等等，这个这一个现实的一个考量吧，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呢，还有一个成本的考量比如说你一个局部性的一个这样一个民众的抗议如果你就是说你就是把它镇压了以后呢。可能局部的这样一个代价并不高，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普光全球可能会带来一些，就是说是不是外国资本还敢到你这个地方投资等等，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利益计算的一个游戏吧，那我想那个高层领导人肯定会计算这个东西，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说，作为分析政治的人呢，基本上不是从他们的理念和他们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善恶这个判断去就从他们的利害判断去这么来分析吧。明白。所以您现在提到这个就是民变和官变的这个互动关系，其实我们您现在是把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出来，在这个点上重新提出来的一个很现实的紧迫感和重要性，又有一点冲突。我要问您的，就是现在习近平这10年能看出来。就您刚才说到的，一个是民间这种反抗的一直在进行，可是会发现其实越来越难。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来自普遍民间的一种觉得虚妄感，或者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弱，或者就是出于很具体的对镇压的、对控制的恐惧。还有一个就是感觉彻底目标幻灭。就觉得他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他一定要再坚持再做几十年，按他的这个模式进行下去的，就是希望在哪里？这是民间，但从官方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之前好像还能看到有一些不同意见，但现在这个不同意见到底在哪里？这个你刚才对于现在这个情况的这个描述呢，我想是非常到位。就是实际上呢，我是把它叫做一个新集权的这样一个这个兴起那么我不去讲新集权，讲新在哪里，先不讲这个。就像所谓集权这个东西呢，它和一般我们在政治学中讲威权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来讲，威权主义政体这个实现政治变革，走向民主化、自由化，这个呢，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先例。那么集权主义政权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呢是无孔不入的它是非常全面的这样一个控制。那英文这个 totalitarianism 这个 total 这个词头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它的控制之下。那么因此呢，就是说当然呢要寻求变革的这缝隙，就是非常之难。那么实际上呢，我之所以讲这些我前面讲的东西呢，就是想思考，就是说那能不能找到一点缝隙呢？对，哪怕有一点点缝隙，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有可能推动，从这里入手来推动变革。实际上呢，天下是没有缝隙的东西的，是吧？这个老百姓讲这个没有无缝的鸡蛋，没有这个都是有这个缝隙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政治进程，那么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去找到这个缝隙和推动它。那么特别是如果回到新集权这个题目，那么集权，过去的集权、新集权和老集权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比如说第一个不同就是传统的集权主义，毛时代比如说是不可能有市场因素的一切都是由国家统治起来那时候你出去上饭馆吃饭，那时候饭馆当然也非常少了，那你没有粮票你是吃不了饭的是吧？那个我老记得这个一直都到了1980年代了，这时候已经不搞粮票了，但是呢很多这个基层的民众还习惯于这么思考问题。对，那时候说我记得回老家，这农民有一个非常困惑不解的问题，他就说他说现在人都经常出国，他说这个上哪去拿粮票说联合国给他发粮票吗？对，这就是想象的模式，就是全世界都是这么一个模式嘛。对，所以这个那个无孔不入呢，首先就是因为没有经济因素没有市场因素没有市场因素就把你的经济生活当中的
一切的供给都由国家来控制，那么就控制的死死的了。那么现在有市场因素，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就是说要用他的办法来打击这个活跃的市场因素，比如民营企业家，那么他要加强对市场的控制。那么第二个因素当然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带来的那么在毛的时代，你只要是控制了纸张的供应。我们过去在中国都做新闻工作，对，后来我是这个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一般来讲说，共产党对新闻机构的控制，我们讲的是他对内容的这样一个审查呀，他对这样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呢，它还有一个非常有益的控制措施，就是你要印报纸，这有特殊的纸张，这纸张从哪里来？对，印刷厂也是严格控制对，所有的印刷厂也都是国家控制的。对，到现在就是复印店、复印小店都是实名公安报案的。对，但是有了这个互联网以后，这个控制的当然难度就变大了。当然中国的这样一个专制体制，它可以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成果来对付你。对啊。但是呢，你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就成了一个游击战场了。对。但是因为民众当然这个他那是资源相对每一个民众掌握的资源，那比这个政权掌握的资源少太多了。所以是一个不对称的游击战。但是至少你开辟了一个游击战的战场。那现在就是说，共产党为什么在这个控制互联网上这么下功夫呢？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带来了一个对这个集权的这样一个缝隙和挑战。明白。那么新的这是第二个新。如果第三个新呢，那就是和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对接。那毛的时代是阶级斗争是关门打狗彻底割对，彻底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和这个外国的这个不要说文化方面的联系，其实经济上的联系都是非常少的。那么现在呢，出现了这样一个国际的因素、全球的因素，那这些东西呢，都使得就今天的这样一个新极权主义呢，实际上呢，它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要看到说习近平好像就是他想做什么就能做成，实际上现在今天中国社会普遍对他的不满，就是说实际上他要做这个事情并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习近平的逆转型实际上呢遇到了来自毛后几十年转型所积累的那些因素和力量这样一个阻力和抵抗。阻力是客观存在的，抵抗是有主观的东西的，大家不满这就叫抵抗，可能是消极的抵抗，大家可能有积极的抵抗。那么这样一个僵局实际上呢，就是一方面习近平也觉得很难那搞也搞不动，想达到他那个理想的目标不容易。但是呢民众也觉得很无望，对，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经济上的自由，物质生活改善，现在整个要退回去走回开倒车。那官员呢当然也很沮丧过去升官发财跟这个寻租现象，那么有一点小权利，哪怕一个水务所的所长都可以北戴河南戴河不是有那么一个案例嘛，是吧？可以发大财。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发点小财，搞不好明天就被中纪委带走了。那这个大家都是处于一种无望的状态。当然作为民间的人士呢，首先看到的是作为一个小民是如何的无望，如何的绝望。但是实际上你去看整个当局，难道他们觉得就是说好像我这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其实不仅今天的新极权主义是如此，毛时代的极权主义也是如此毛知道说他的命令他和见美国这个记者斯诺谈话的时候斯诺奉承他如何了不起，他说嗨呀没有的啦，我这个话出不了北京郊区的了。实际上我觉得他高估了，北京郊区的农民真听他的吗？也不一定听他的。但他也在适应他也在试探底下的反应吧。有对吧？对。但是呢我想呢这个事情呢一定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所谓极权主义，它的控制一定是无孔不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一个无孔不入的控制是一定对有多大的控制能量？对，真的是无孔不入吗？那就是说在现实当中呢，它的意愿，它的架构，那么它的这个希望达到的东西是无孔不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的。明白。对，所以我想呢基本上来讲那么要寻求政治的变化，那么一定要去找那些这样就是说你当习近平带来这样一个大家都无望的一个结果，就是说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作为一个就是说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个政治变革的这么一个研究者吧，那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现实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啊。那就说，那么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长期稳固的吗？因为它没有裂缝因为它是到处控制的啦。所以呢，其实你要把我这个研究的这个想法呢，直接应用到现实当中，就是说那你说你看到裂缝了，这裂缝会不会马上就带来变化，大家就可以行动？那这个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我只能说，我认为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的裂缝，这个裂缝可能非常的细小，但是呢，集权统治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裂缝出现，对任何一个裂缝他都恐慌这个呢，就是说使得他会用一个中国老话叫辛劳力拙，是吧？辛劳力拙。你如果要把每一个缝都堵上，那你的成本也是非常之高的。那么我觉得呢，习近平是看到了中国毛后市场化变革、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介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这样一个垄断权力的威胁。他看到这个东西，他想堵死这些漏洞。那么这个漏洞呢，现在还没有完全都堵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不抗争，那这个漏洞就会它堵得越来越死。那实际上呢，中国这个刚才讲到习近平和整个共产党广大的这样一个统治精英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呢，我看到就是你这统治精英，对，10年以前当习近平刚开始搞你们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反抗呢？对，5年以后，习近平搞了5年了，已经看清楚这个一步一步要不要搞你们了。那开始你还抱幻想，那你为什么不反抗呢？我老讲一句话，比如说李克强，对，如果你和李克强和习近平第一次18大以后搭成了班子，第一次开这个会一起议事的时候，如果李克强的态度是比较强硬那么他们2个人之间形成的互动模式不是习近平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李克强不敢说什么，那这个可能局面就不一样局面不一样，那最后李克强可能不会是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那我这个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说，政治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的互动过程，是吧？它没有一个说已经给定的东西。我们看这个政治制度的框架是已经给定了，但是这个框架下一定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人之间的互动你2个最高领导人之间互相如何互动，这就是一种可以决定某种模式。那么有这么一个小缝隙，我不会跳跃到一个很大的结论说整个体制就改变了，但是你可以从这里开始这个图像呢就会发生变化。我觉得一般来说呢，在中国讨论这个政治变革呢，有一个这个思维上的一个盲点呢，就是容易跳跃性太大。因为实际上呢，这也是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整个民族都是这么一种心态。原来一个老大帝国，中央帝国，19世纪中叶以来，一看说，哎呦，我们原来这么落后，然后呢，就一种非常这样一个要快速进入快速。一举，我把这个心态叫一举心态对，一举心态一下子就解决了。也是因为这样才接受了共产党共产党可以一举解决问题什么都可以解决我觉得这个呢就说远了就是说整个民族的这个心态不改变，那么这个思维方式不改变我觉得事情就是很难很多问题都没办法讨论的现在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的中文的这个公共舆论空间里，什么两极管的这个思维等等这些东西，非黑即白我觉得都和这东西有关系。这个就扯远了，当然没有扯远。我刚才听您说，我都在想，您老是在关键的时刻，这不是奉承这就是政治学者的一个你的 vision， 你的远见，还有就是对关键问题，你是不是能够一直坚持的去研究？为什么说这个话？其实现在想想，从时间线上看，中国从90年代末就是经济改革之后有一段时间，这个市场经济像您说的，这民间是在市场的需求下，国门打开，生活和每个个人的，不管是私权还是个人这个生活空间、行动空间，就是旅游空间吧，甚至都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以您看，从90年代末到00年初，然后在03年到08年左右，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公民社会，说相对有一些这个更多的民间抗争，更多的自发组织，更多的包括也形成了一个文化界的、思想界的律师、记者、对，公共知识分子，
甚至有一些学者，有一些甚至影视界导演什么都在松动。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政治学的研究就出来了。就中国的民主化到底是哪个路径？在他们热闹的时候，您提出来要警惕，就是不一定有这样真正的自动的改革或者民主化。是。但是过去这10年呢，当我在跟这个方面的行动者在聊的话，就是大幅度的失望，就是我刚才说的，就觉得空间又绝望了。这个当然，这个绝望感是来自于这想速胜嘛。就觉得我要快速达到一个目标，我才有行动动力。可是您在今天又再提出来，是不是看习近平时代已经10年了，其实还是能看到是不是有空间有缝隙，然后是不是可以研究这个新集权时代它具体的操作的成本和难度。我听了您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在对现实的绝望中，好像又可以回到我们理论研究或者真正观察中国的细节上了。我就反而就觉得兴奋起来了，就是作为一个你这个总结让我感觉到我真的是一个乌鸦嘴，就是说当大家都这么说的时候，我这个乌鸦这么叫几声；当大家一说了，我这乌鸦这么叫几声。但这个就真的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无论我就是说讲的是不是就是说打到点子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作为一个研究者，那么作为一个研究者呢，就是说你要看到这个问题的它的这个变化的方面，那总是抓住那个新的变化来，这是至少我试图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再一个，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呢，就是说，你应该有一种这个能够描述社会总体趋向，让这个其实所谓知识分子，什么叫知识分子？就是说，不是说你读了几本书就是知识分子，就是你有一种公共关怀。你关怀的不是你自己的利益，这个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利益，尤其是你做公共发言的时候，我不是在想，就是说，我要发这个言，我要挣几块钱这个东西呢，就完全不是公共关怀了嘛。所以，当你有公共关怀的时候呢，但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看到这个整个这个什么东西能够给这个社会总体上带来这个大家都能够分享到的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做的不好，但是我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吧。